中國不是沒錢，是錢多到失控了。多到什麼程度？多到1年之內新冒出來的錢足夠複製一個美聯儲。是的，你沒聽錯，太瘋狂了。就在剛剛過去的1年，中國的貨幣供應量錄得了有統計以來最大的一次年度增幅，剔除新冠時期那種救命式放水，換算成美元大約是4.5萬億美元。這是什麼概念？這相當於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上持有的全部美國國債一整本賬被中國1年印出來了，而且還是在沒有疫情、沒有戰爭、沒有全國封城的情況下。你現在應該能理解為什麼最近1年，黃金、白銀、貴金屬像被踩了油門一樣瘋漲、暴漲、劇烈波動。不是市場瘋了，是錢太多了。我們先把数据擺在桌面上。截至2025年11月，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 M2 達到了336.9萬億元人民幣，同比增速 8%。這是一個什麼水平？對比一下你就明白了。1996年，中國 M2 只有5840億元，2025年直接幹到336萬億，29年膨脹近60倍。這不是發展，這是貨幣體積的指數級爆炸。而過去1年新增的那一節是歷史級別的。問題來了，這麼多錢你感受到了嗎？你工資漲了嗎？你消費更大膽了嗎？你敢買房了嗎？你覺得未來更安全嗎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說明真正的危險不是沒錢，而是錢失控了，但它不屬於你。現在的中國經濟用一句話形容就是貨幣洪水加資產荒同時發生。這在教科書裡幾乎是反常識的。一邊是央行源源不斷放水 ，M2 屢創新高，錢像自來水一樣噴出來；另一邊是房地產熄火，股市失血，實體回報塌陷，普通人找不到任何值得下注的資產。於是，一個極其危險的局面出現了：錢多到泛濫，但沒人敢接。錢去哪了？答案可能比你想的更絕望。很多人還在幻想，是不是錢都被有錢人拿走了？是不是都進了房地產？是不是被外資抽走了？不，真相比陰謀論更冷酷。錢就在國內，而且就躺在你看得見卻碰不到的地方。他們主要躲進了4個蓄水池，這是最扎心的一塊。2024至2025年，中國居民儲蓄存款連續刷新歷史新高。什麼意思？意思是老百姓集體進入了防禦狀態，不投資，不消費，不折騰，不相信故事。央行把錢放出來，銀行把貸款批出去，錢在市場上轉了一圈，最後又乖乖躺回了銀行的定期存款賬戶。哪怕只有1%至2%的利息，大家也認了，因為在很多人眼裡，不虧就是贏。房子不敢買，理財怕暴雷，創業像送死，消費能省就省。這不是理性，這是對未來徹底沒信心之後的自保反應。你現在明白了嗎？這不是簡單的放水，這是錢被嚇得不敢動了。而當一個經濟體裡，貨幣選擇冬眠，資產失去方向，信心集體塌縮，那接下來發生的，往往不會是繁榮，而是長期消耗戰。更恐怖的是，這才剛剛開始。現在中國的金融系統正在上演一場非常荒誕的戲。一邊是銀行手裡錢多到發愁，貸款指標壓頂，不放貸就完不成任務；另一邊是
真正敢借錢、願擴張、能賺錢的企業越來越少。於是怎麼辦？只能開始金融內循環。什麼叫內循環？說人話就是銀行把低息貸款放給企業，企業不敢擴大生產，轉頭買大額存單、結構性存款，或者乾脆拿去提前還舊債。於是形成一個經典畫面：錢從銀行出來，又原封不動回到銀行，左手放水，右手回收。賬面上，信貸增長 M2 擴張，數據漂亮。現實中，就業沒起色，收入沒改善，實體沒感覺。這不是刺激經濟，這是給系統打腎上腺素。短期不死，長期更虛。很多人還抱着最後一絲幻想，沒事，錢都投到高科技了，新能源、芯片、AI 會帶來新一輪紅利。聽上去很美，但現實是，這些行業救不了普通人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有3個致命特徵：第一，資本密集，動不動就是100億級投資，但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極其有限；第二，週期極長，今天砸錢，10年後才能見回報；第三，財富效應極弱，你不會因為隔壁建了芯片廠就敢買房、敢消費。過去房地產為什麼萌？因為它是全民參與的財富放大器。現在的新3樣是什麼？是少數企業的資本絞肉機。錢是進去了，但它進的是實驗室、產線、設備、補貼名單，它繞開了普通人的生活。這是最危險也是最沉默的一塊。你看到的不是投資，而是補窟窿。過去20年，地方政府靠土地、靠舉債、靠滾雪球。現在地產塌了，土地賣不動了，舊債卻到期了，怎麼辦？答案只有一個：借新還舊。於是大量新增貨幣被精準投放到債務置換、平台續命、利息覆蓋、基本運轉。這些錢不會形成新增長，它們唯一的作用是防止系統立刻崩掉。這就像一個病人不再治病，只靠輸血，活一天算一天。而輸的血正是你感覺不到卻不斷貶值的貨幣。現在你再回頭看金價、銀價、貴金屬，是不是突然就懂了？當市場上出現3件事同時發生：一，錢越來越多；二，好資產越來越少；三，信心越來越脆弱，那麼資金最終只會奔向一個地方：不講故事的資產。黃金不需要增長敘事，不需要盈利模型，不需要政策背書，它只提供一件事：我不會被無限複製。這在今天的環境下就已經足夠了。現在的中國經濟本質是印鈔機在狂奔，資產在塌陷，普通人被夾在中間。你感受到的不是繁榮，而是工資不漲，消費降級，風險厭惡，對未來失語。錢確實很多，但他們不流向你，不服務你，不創造你的安全感。於是只剩下一種情緒在蔓延：怕失業，怕下滑，怕踩雷，怕一步走錯，全盤皆輸。這輪史詩級放水，不是為了讓你過得更好，它的目標只有一個：拖住系統，不要倒。但系統不倒，不代表你會上岸。當錢多到這種程度，卻依然沒有方向，那真正值錢的，已經不是收益率，而是活下去的確定性。所以別再問錢都去哪了，你該問的是，下一次他會從誰身上拿走價值。